任何方法如果不能解决现实的痛苦，都是在耍流氓。经常有人感叹，唉，我真是生不逢时啊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如果穿越到世尊那个年代，接受他亲自教导，那我一定也能上天入地。哦，不行啊，那就自正自知，我身已尽，放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置之不受后有。真是这样吗？醒醒吧，世尊是一位优秀的老师，但不是神。其实有好几位即使从小就认识世尊，后来又跟他修了几十年，但一直到世尊入灭也没有证阿罗汉。我们熟知的像提婆达多、阿难，这两位都是堂兄弟。今天另外说一位，也是世尊的发小，那就是世尊曾经的马夫车匿。车匿巴利名 China， 通常也翻译为产那、产陀。之前我们在舍利弗第8集中也提到了一位产陀，他生了重病，非常痛苦，在舍利弗的引导下证阿罗汉果，紧接着自己结束了生命。世尊确认他已经证阿罗汉，那是另外一位。这里的产陀在世尊入灭之后还没有证果。在电视剧里，他是世尊忠实的仆人和朋友。世尊离家出走时，就是他驾的马车，相当于现在的专职司机。但实际上，即使产陀出家后，他一直都是一位脾气暴躁的人。因为曾经是世尊的马夫，他认为自己很有资格，有很硬的后台，所以对其他比丘不恭敬，趾高气昂。如果谁指出他的过失，他就会破口大骂。他后来成为6群比丘之一，这6位都是僧团中的街溜子。世尊所制的戒宗有不少就是因为他才制定的。电视剧果然靠不住。在律中记载，世尊入灭前，阿难向世尊请教，世尊，产陀比丘性情暴躁，经常辱骂其他比丘，您入灭之后，我们要怎么和他相处呢？阿难，我入灭后，你们就默并产陀比丘。如果他因此而生起悔过之意，恭敬其他比丘，你们才和他说话。默并就是世尊上集所讲的杀了他，不是物理消灭，而是远离他，割席断交。世尊入灭之后，阿难就去见产陀比丘。当然，阿难为了防止意外，他带上了好几位同伴壮胆。You are fire！ 哦不，产陀，你现在被默并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产陀原以为自己有世尊的依靠，这辈子就能丰衣足食，可这一下子一切灰飞烟灭，原来的气焰一下子就没了，这才踏踏实实开始认真学习，然后才有了这篇262经。当时有很多上座比丘住在波罗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世尊刚入灭不久。护沟是房屋的钥匙，经行处指上部行走的地方，也称为行香。之前讲过正念行走，行走和禅定，动和静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。长老产陀大清早披上袈裟，拿着钵盂到波罗奈城乞食，之后回到住处，收好袈裟钵盂，洗完脚，手持钥匙，从一个树林到另一个树林，从一个僧房到另一个僧房，从一个经行处到另一个经行处，到处请教比丘们，请你们教导我，为我说法，让我能领悟正法。我听完后会如法思维，观修这些法义。有比丘告诉产陀，五蕴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造作都是无常的，一切法中也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灭除一切烦恼，就能证得涅槃。这回答很正确，也很常见。产陀说，我当然知道五蕴是无常的，一切造作都是无常的，一切法中也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灭除一切烦恼，就能证得涅槃。后面的参考下下音部。但我不喜欢听一切造作都是空的、寂灭的、不可得的，要断除爱欲、离欲、涅槃。对这样的法义，我无法接受，无法确信无疑，无法安住，反而心生恐惧、执着，心会退转而琢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本体，我的灵魂在哪里呢？真正见法的人是不会这样的。那谁能再教导我，让我知法见法呢？
也有不少人在这里被卡住了。世尊说五蕴是无常的、败坏的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没有永恒的灵魂。但我明明觉得有我呀，否则是谁在思考？是谁在决定？世尊并没有否认主观能动性，否则我们修什么呢？他说的是这个主观能动性也是无常的、造作的、有为的，就是主观能动性才带着我们从这一世到下一世。产陀还是不明白，于是继续请教别人，但第二位、第三位也是这样回答。产陀心想，比丘当中谁还有能力为我说法，使我能知法见法呢？对了，阿难尊者现在住在支提国交赏弥城的瞿师罗园里，他曾亲近侍奉世尊，深受佛陀所赞叹，同时也是亲近梵行者敬重的人，他一定能为我解说法义，让我知法见法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产陀起食吃完之后，收拾整理，披上袈裟，拿着钵盂，前往交赏弥城来拜访阿难。产陀向阿难汇报了之前的经历。阿难尊者，请您为我解说法义，让我知法见法。阿难尊者说，善哉产陀，听你这样说，我很高兴，很高兴你能在亲近梵行者面前毫不隐藏，破除虚伪的毒刺。产陀，愚痴的凡夫不能了解，五蕴都是变化无常的，一切造作都是无常的，一切法中也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灭除一切烦恼就能证得涅槃。你现在已经可以接受殊胜的法了，你认真听，我为你解说。产陀非常欢喜踊跃，心想，太好了，我现在能够接受殊胜的妙法了。阿难说，我亲自听闻佛陀教导摩诃迦旃延，他说，世人迷惘颠倒，执着于二种极端，或者执着于实有的常见，或者执着于虚无的空见。世人只取境界，心里就产生各种执着。什么执着呢？如果拥有什么，就认为自己能一直拥有，想一直拥有。我的钱财、我的股票、我的家人、我的爱情、我的身体，就会执着这些。拥有时却不知道珍惜，不知道这些是无常的，这就是执着实有的常见。当遇到败坏时，遇到挫折了，内心就会痛苦，就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，都是虚幻的，又开始执着虚无的空见。迦旃延，如果我们不攀缘、不执取、不安住，不妄自推测有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当痛苦产生时，知道痛苦产生；当痛苦熄灭时，知道痛苦熄灭。对此不再疑惑，也不再怀疑，不再需要他人指点，自己就能领悟，这就是正见，是如来所说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如实以正慧观察世间事物的极起，就不会认为世间是空无的；人如实以正慧去观察世间的事物的坏灭，就不会认为世间是永恒存在的。迦旃延，如来脱离有无二边，而演说中道，因为存在这个，所以才有那个，因为这个产生了，所以才产生了那个。这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。因为这个没有了，所以那个也没有了，因为这个熄灭了，所以那个也熄灭了。这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路灭，六路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。这就是著名的顺逆12因缘，非常重要、非常核心的内容。无明缘行，如果不明白缘起，不知道如何仔细烦恼，就会引发身口意的造作。行缘识，身口意的造作会引发识，行就是行运，之前我们反复讲过，是业力的核心，能引发身口意的造作。为什么说行缘识呢？比如同一个视频，但不同人看完之后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有的人看完之后内心是欢喜愉悦的，我要点赞转发关注，而有的人会觉得很无聊，划走划走。如果一位老人在购物中心摔倒了，有的人可能会主动上前帮忙，有的人担心碰瓷，
会寻找工作人员来处理，有的人继续赶路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有的人直接掏出手机，哈，我当吃瓜群众，一会儿没准能成话题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？就是行不同，具体包括思维方式、三观这些不同。食源明色，六识会引发生理和心理的种种现象。色是色蕴，物质性的；明是受蕴、想蕴、行蕴和识蕴。明色源六路，生理和心理的种种现象会引发六根摄入信息。六路源触，六根接触六尘；触源受，因为接触而有种种感受；受源爱，对舒服的感受就会直取，不舒服的感受就会排斥。这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内容。爱缘取，因为贪爱或者排斥就会有直取。爱和取是我们改变自己能实际下手的重点。调整爱和取，也是在转变行运，也是在转变业力。取缘有，因为直取，所以会种下将来投生于三界的种子。有缘生，所以就继续轮回投生了。生缘老死忧悲苦恼，因为有投生，所以必然要经历老死忧悲苦恼，这是顺12因缘。无明灭则行灭，如果没有了无明，就不会造作身口意；行灭则识灭，身口意的造作消失了，就不会引发识的产生。就像我对游戏不感兴趣，我就不会去研究 PS5 或者类似这些东西，自然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识。识灭则明色灭，因为不产生六识，相应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也就消失了。明色灭则六路灭，没有生理和心理的感受，六根的摄入也消失了。六路灭则触灭，六根的摄入消失了，就不会有与六尘的接触。触灭则受灭，没有接触就没有感受。受灭则爱灭，没有感受就谈不上喜爱和排斥。爱灭则取灭，直取就消失了。取灭则有灭，就不再有在三界中投生的种子。有灭则生灭，就不再出生于三界。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。世尊所说的缘起，是滴的血泪的缘起，非常现实，也非常残酷，充满了危险、不确定性和脆弱，和四圣谛紧紧贴合。而后期产生的教法深受奥义书的影响，所讲的内容就很美、很玄妙。比如六祖所说的缘起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非常浪漫和诗意。当我还是书呆子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这样的浪漫和诗意。但后来我发现，现实就是现实，直面就好了，不用再造一个幻境来欺骗自己。世尊只关心苦是怎么升起的，烦恼是如何熄灭的，导向厌离、离欲、灭尽，就是这么直接，不用再造更多莫须有的概念和幻境。但不可否认，六祖这样的思想更符合文人的喜好，还有更多人需要的是现实的麻醉剂，是未来的期盼，是后世的天堂。而世尊真正的思想也从来没占过主流，敢于直面和接受这样血淋淋现实的，并且能找到出口的，毕竟从来都是少数人。2500年前，古印度就有很多哲学家、宗教家会找世尊辩论，这些人提的论点很多都出自奥义书，他们才是后来中观、唯识各宗派的亲爹。他们所关心的是法界、实相、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现在也有很多哲学家那大部头的理论拿出来，哇，好抽象，好复杂呀，看了一个头两个大。您厉害，您知道的多，不过如果我一会儿就死，我还是做好我的本分吧。您在您的哲学思辨中继续转。任何一门学问如果不能解决现实的苦痛，都是在耍流氓。不管是烟瘾、酒瘾、色瘾，还是焦虑症和抑郁症，或者脱离现实的困境，实现生活的富足，世尊的教法都是实际有效的。阿难尊者讲完这些，产陀比丘就远离了烦恼尘垢，证得清净法眼。产陀比丘见道法、得道法、觉知法、深入法，对法已经超越疑惑，不需要再由他人帮助断除疑惑，他入于正法，得无所畏惧。于是恭敬合掌说：的确如此，像这样的智慧梵行，才是善知识教授演说的妙法。我今天从阿难尊者这里听闻这样的法义，一切有为造作的事物，都
都是不实在的，都会寂灭，都是不可得的。要断除对他的贪欲、离欲、灭尽，达到涅槃，心中安乐，住于解脱中，不再退转，不再执着永恒的自我，只见到正法。您今天得到了很大的利益，在生生法中证得了清净法眼，这就是产陀比丘证得法眼的经历。出家40多年后，世尊都入灭了，才终于证得出果。不要幻想的穿越，也不要怪外部环境，更不要希望有谁来拯救你，从自身做起，一点点改变。下面是摄诵，苏女那是21耳，内容是前面的30经，说明这篇的顺序也被打乱了，摄诵部分就略过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都能直面缘起，从苦海中毕竟解脱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含，只跟您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含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